Hello， 大家好。加拿大房产市场在2020年蓬勃发展。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去年12月房产交易数量比2019年12月高出47%，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是11年来最大的同比增长。与此同时，房屋的基准价格也上涨了13%，最大的涨幅发生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几天前，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声称，自己并不担心加拿大房产市场存在泡沫。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并不担心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失控。目前房产市场情况与2017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多伦多等城市的房价失控，引发了投机泡沫，迫使政府采取海外买家税等措施降温。蒂夫认为，最近的火爆市场不是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高价市场，而是遍布全国。所以他认为房产市场的火爆不是由投机驱动的，而是由需求驱动的，也就是贷款低利率和在家工作对空间的需求推动了房价的上涨。虽然加拿大央行行长声称房产市场不存在泡沫，和7国集团，也就是 G7 国家房产市场比较一下，咱们就知道加拿大房产市场有没有泡沫了。美联储的数据显示，自疫情大爆发以来，虽然大多数 G7 国家的实际房价都上涨了，但加拿大的房价远远超过了所有 G7 国家的市场。加拿大房产的年度价格涨幅在 G7 国家中位居榜首，已经成为投机的焦点。它的增长速度几乎是 G7 国家中增速第2名的国家的3倍。加拿大房地产价格在2020年第3季度实际价格上涨了 2.93%， 同比上涨 8.27%， 房价比2005年高了 45.2%， 年增长率也是7国集团中最大的。德国的房地产价格在上个季度表现仅次于加拿大，是表现第2好的国家。2020年第3季度，德国的实际房价上涨 3.9%， 同比上涨 6.99%。房价比2005年高了 38.5%。 日本是唯一一个负利率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模式。日本的实际房价比2005年低了 11.4%， 这意味着房价甚至无法与通货膨胀保持一致。2020年第3季度，意大利的季度跌幅最大，实际价格下跌 2.14%， 比去年同期上涨 2.17%。自2005年以来，意大利的实际房价上涨了 30.1%。 虽然加拿大的经济在7国集团中不是最好的，但房价绝对是涨得最快的。有没有泡沫就已经很明显了吧？自疫情大爆发以来，加拿大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房产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外迁，造成了郊区房价上涨，正在快速吹起房价泡沫。与此同时，多伦多等市中心的住宅和商业物业的空置率飙升至50年来最高水平，租金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多伦多新的短租法规和城市空置税又雪上加霜，导致房价正在下跌。这说明城市核心地区已经开始挤房产泡沫了。那么郊区的房产泡沫什么时候开始挤？需要特别注意一点，虽然郊区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上升了，但这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减少，郊区的人口变多。人口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因为大城市人口基数很大，即使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净增长人口也要比郊区城市高得多。以多伦多人口普查大都会区为例，它由多伦多市和周围的郊区组成。这一地区人口在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之间增加了92435人，达到655万，年增长率为 1.43%。 相比之下，尽管东部的奥沙瓦人口普查都会区的人口增长率更高，为 2.08%， 但是也仅增加了8614人。同样，哈利法克斯人口普查大都会区的人口增长率为 2.05%， 但人口也仅增加了9015。在疫情爆发期间，很多大城市的核心地区被称为鬼城，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办公室空置，但疫情爆发是个100年不遇的极端情况。城市毕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疫情过后，大城市更容易快速恢复常态。虽然在家工作或者是在家工作和办公室的工作相结合的混合工作模式可能长期存在，但疫情过后，很多从事服务业的人还是要搬回大城市。在那个时候，郊区必然要开始挤泡沫了。
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12月的失业率为 8.8%， 比去年11月上升了 0.2%。加拿大的经济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下降，预计 GDP 同比将下降 5.1%。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加拿大经济前景估计会很暗淡，并将加拿大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此前的 5.2% 降低至 3.6%。去年12月，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加拿大平均房价为61万7千加元，而美国的平均房价约为42万加元。加拿大的房价比美国高出了 46%。从2006年到2020年，加拿大的实际房价增长速度比美国快 25.31倍。加拿大的经济过度依赖房产，住宅投资几乎是美国目前的2倍，比美国房产泡沫时期都要高出近 50%。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声称，美国房价大幅上涨不可能持续，而加拿大央行行长却认为，加拿大房价是美国房价增速的25倍是正常的，没有泡沫。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